中秋节又称仲秋节，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具有悠久的历史，起源于宋代，至今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。它庆祝的日期在农历8月15日，这一时刻刚好落在秋天的中期，因此得名中秋节。这个节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传统，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，也在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拥有相似的庆祝方式。中秋节有着多样的别称，这些别称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文化对节日的不同称呼。除了仲秋节和中秋之外，人们还称它为八月节、八月半、月夕、秋节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玩月节、拜月节等等。这些别名凸显了这一天团圆的意义，因为中秋节强调的是家庭的团聚。中秋节的庆祝方式多种多样，包括赏月、吃月饼、家庭团圆和举行各种传统活动。赏月是一个重要的传统，特别是在明亮的月光下，家人会一同前往郊外或天台，观赏秋夜的明亮月光。月饼是中秋节的特色之一，有各种不同的口味和款式，通常是圆形，象征着团圆。此外，中秋节还包括灯笼游行、赛烤肉、赛龙舟等有趣的传统活动。中秋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还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。它代表了家庭的团聚和和谐，也象征了对农业收成的感恩。中秋节还有一些著名的传说，如嫦娥奔月和后羿射日，这些故事丰富了中秋节的文化底蕴。赏月是中秋节的一个重要传统，据说中秋节之夜，月球距离地球最近，因此月亮看起来最大最亮，这使得赏月成为节日庆祝的一部分。家人会一同聚集在庭院、露台或公园，赏月的同时品味美食，尤其是中秋节特色的月饼。赏月赋予了节日浪漫和祥和的氛围。在某些地区，特别是一些南方地区，中秋节还有回娘家的习俗，媳妇在这一天会返回自己的娘家，以表达对亲情的思念和对家庭的关爱。这个习俗也具有吉祥和圆满的象征意义，希望家庭幸福美满。以下我们来说一个您不知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。中秋节的神话故事，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。中秋节又被称为仲秋节，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神话故事和传说。这个节日庆祝的时间在农历8月15日，正好是秋天的中期，因此被称为中秋节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莫过于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。后羿射日，在远古的时代，有一位名叫后羿的年轻英雄。后羿是一位优秀的弓箭手，被誉为神射手。他的神迹和勇气使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，天空有10个太阳，它们一同升起，灼烧大地，使人间的万物受到极大的威胁。后羿深感人民的苦难，他决定采取行动解救大地。他搭箭拉弓，一次次射向天空的太阳。他的箭矢如流星一般，连续将9个太阳射下，只留下1个太阳照耀人间。大地上的人们对于后羿的英勇行为感到无比感激，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，被称为神射手。然而，他的英勇行为引起了天帝的愤怒。天帝认为后羿挑战了神的权威，于是将他放逐到人间。后羿成为了凡人，失去了仙界的一切特权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坚守着对人民的承诺，保护着大地。嫦娥奔月，与后羿的故事相关联的是他的妻子嫦娥。嫦娥是一位美丽的仙女，她与后羿共同度过了人间的日子。然而，后来她也被天帝放逐到了月球。一个晴朗的中秋之夜，嫦娥望着明亮的月亮，突然一阵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她，让她慢慢的升向了月球。她成为了月球上的仙女，守护着中秋之夜的明亮。她的美丽和善良被人们传颂，成为了中秋节的一部分。中秋节的其他神话故事和传说，除了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之外，中国的不同地区还有许多与中秋节相关的神话故事和传说。以下是其中一些。吴刚嫦娥奔月。吴刚是一个木匠，他一直梦想着奔月。
当他的妻子嫦娥成为了月亮上的仙女后，他每晚都会仰望月亮，思念住妻子。最终，他也被神秘的力量带到了月球，与嫦娥团聚。玉兔奉药，有一个传说中的玉兔生活在月球上，他在月亮上制作着神奇的仙丹。玉兔的故事象征住奉献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。嫦娥与巫山送缘。在一个版本的故事中，嫦娥被困在了月亮上，但一位名叫巫山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善良，最终实现了与嫦娥的相聚。这些神话故事和传说为中秋节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使这个节日更加神秘和浪漫。每当中秋节来临，人们赏月，细数这些故事，感受着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带来的情感，并对爱、团圆和家庭充满希望。中秋节因助这些故事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也传递着永恒的价值观。希望这些故事能够为您提供更多关于中秋节神话的了解。这个节日不仅是家人团聚的时刻，也是传承文化和故事的机会。祝您中秋节快乐！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